各位，中國的古墓派公知的頭子易中天出事兒了。你們說易中天出啥事兒了？易中天撞驢上了。那边說胡說八道，那也得驢撞易中天身上，怎麼他能撞驢上了呢？還真是他撞驢上了。這2年呢，中國的這些公知啊，可以說是生不逢時吧，这個趕上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好時候。年輕的時候對西方的那些吹噓呢，讓現在的這些中國的網友呢，覺得他們呢當年的那些說法呢，簡直是侮辱自己的智商，是吧？你看当年的公知4大名著你这什么这個讀者了、意林了、青年文摘、知音啊之類的，那上面是吧，滿都是這幫老公知吹捧西方的那些匪夷所思的神話。現在呢，這中國網友看來呢，說這些人當年那都是他媽胡說八道這拿了西方的錢這純粹是給中國的青年們洗腦了。所以說易中天當年如日中天这個中央電視台的座上賓，如今成了中國的過街老鼠了。易中天73、84是吧？易中天也時日無多了，不過呢，仍然被中國網友給挖墳了。大家好，2026來了，祝大家新年快樂，萬事如意。馬上就要過年了，給大家送一副春聯兒，上聯是春風得意君行早，下聯是雀也無聲雁自歸，馬到成功。科技進步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方便快捷，我們可以迅速的從杭州到上海，從杭州到北京，從杭州到昆明，飛機高鐵也就是幾個小時的事。但是大家不覺得當我們坐高鐵坐飛機的時候，我們和特快專遞的那個包裹沒什麼區別嗎？沒有風景可看，沒有陸游詩說的細雨騎驢出劍門的那種意境。我們在獲得方便快捷的同時，一定同時付出了另外的代價，這就叫做在悲劇性的二律背反中前進。所以我認為解決的辦法不是叫停科技進步，叫不停也不應該叫停，那應該做什麼呢？守住文明之本。說這當年這老公知的意思是什麼意思啊？說中國跑得太快，文明跟不上了是嗎？還是說易中天說自己游得太快，褲衩跟不上了？他的當年的這番話現在拿出來，都把中國的網友給氣壞了。高鐵飛機太快，沒有細雨騎驢入劍門的意境。不是，你是怎麼好意思在大庭廣眾之下說這種話的呀？一股子酸腐味兒。你是吃了鞋底子抹臭豆腐才上的台嗎？那個時候沒高速公路，沒汽車，沒火車，也沒飛機，所以只能淋着雨騎着驢入劍門。而且這首詩叫《劍門道中遇微雨》，背景是支持陸游北伐的四川宣撫使王延被調回了臨安，朝廷主和派上台之後，北伐計劃徹底破產，陸游從漢中被調回成都，從一個邊軍變成了一個閒官。他北伐的理想破滅了，既失落又悲憤，還很無奈。說白了，人家那會兒正鬱悶呢，哪有信馬由缰遊山玩水的心情啊？意境個毛線呀，意境！陸游可沒您那麼閒。再說了，你淋着雨騎過驢嗎？悠閒雅靜，自在隨意，完全都不沾邊。所謂的意境，那都是酸腐文人自己歪出来的。所以这首詩本就是體現了陸游的失意和鬱悶。您這位的文人的學者的詩，您不會不懂這個吧？還是說您懂，但是揣着明白裝糊塗啊？如果是前者的話，我說實話，你不配稱的詩。那如果是後者的話，那我只能說您這心眼兒，哎，還好鄙人不才。
看過中國詩詞大會，要不還真被你這大忽悠給蒙了，一天到晚的靠那套老包教话術招摇撞騙。不是，我就想問問，中國哪條法律規定老百姓出门必須得坐飛機坐高鐵啊？那我要是徒步骑驴骑自行車旅行得判几年啊？有人拦着您坐绿皮火車吗？还动不动当我们坐在高鐵上飞機上的時候，我們和特快專遞的包裹有什麼區別？首先啊，別動不動就我們的，我跟你不是一路人，壓根兒就尿不到一個壺裡。其次，區別大了。我記着我小時候跟我爸媽回老家的時候，我是從窗戶被我媽給遞進去的。上了火车呢，我沒座，只能坐在桌子上，晚上困了就直接塞椅子底下了。那會兒的人也不講究什麼文明禮貌衛生這些東西，那地上花生殼瓜子皮還有隨地吐痰的，我就是聞着別人的臭腳丫子味兒進入夢鄉的。從北京到無錫那要尬有10幾個小時，真的下了火車連大人帶小孩那臉都是灰色的。這些事兒講給00後，他們聽着都新鮮，要不他們懷疑我們70、80的見過慈禧呢。現在和那個時候比，確實是天壤之別，這才叫社會進步，這才叫文明。我倒感覺我那個時候挺像個包裹的，現在能舒舒服服的坐着一邊看風景一邊坐高鐵，困了就能安安穩穩乾乾淨淨的睡上一覺，居然還有不知道從哪兒來的什麼所謂的大師，覺得自己像個貨呢。那有沒有一種可能，我說的是可能啊，就是有沒有一種可能你自己本來就是個貨呢？至於是什麼貨，那就見仁見智了。還說什麼在悲劇性的二律背反中前進，不是你自己說的什麼你自己知道嗎？我覺得啊，在我們這兒最大的悲劇就是讓這種人能吃上飽飯，就應該餓他8頓，他就知道什麼叫悲劇了，還動不動就什麼文明之本。哎，您说到這兒我就知道了，您是不是接下來要說了，這是我的破房子，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油紙包馬桶水，一個盤子洗7遍，空氣香甜陽光燦爛，人人持槍才不亂。你要覺得好你可以去呀，沒人攔着你。您打算騎什麼去美國呀？槍林彈雨入德州嗎？太有意境了，而且不光有意境還刺激。國家花了那麼大的精力那麼多的錢搞基建，不就是想讓老百姓的生活越過越好嗎？出行快捷方便，讓生產率提高，讓大家都能從中獲益。怎麼着？你看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過得好，你不舒服了？一幫泥腿子憑什麼跟我一塊坐飛機坐高鐵？那我這文人，我這大師不是白當了嗎？你是不是連綠皮車都不想讓我們坐呀？還想讓我們騎驢，而且還得是下着雨騎驢。然後呢，你坐在飛機上，坐在高鐵上，高高在上看着我們，說幾句不疼不癢悲天憫人的話，好體現你文人的優越感，你文人的風骨。然後呢，順便再滿足一下你文人的虛榮心。不好意思，在這960萬平方公里之內，你沒戲。先輩當年吃苦受累，拋頭顱灑熱血，就是想推翻你所希望的那個社會，讓每一個中國老百姓都過上好日子。那現在呢，我們都過上好日子了。一方面我們吃水不能忘記挖井人，另一方面我們也知道絕對不能再回到過去，更不能让你們這幫公知給忽悠了。所以那位文人，那位大師，您還是閉嘴吧，別出來丟人現眼了。有時間把自己身體練好點，再把騎驢學會了，說話算話，來一場 no 作 no 帶的旅行，我賭你到不了劍門。以後你可別坐飛機和高鐵喲，你要坐了的話，你就是個包裹，你就是個貨。不過話說回來，就算你騎在驢身上，你照樣也是個貨，貨放在哪兒它都是貨。哦，对了，最後跟你說一句啊，你要是真喜歡小動物的話，我建議你去三哥那塊兒，別說驢了，蜥蜴、蟒蛇、大老虎什麼都有，搞不好你還能被三哥溫柔以待呢。哎呀，我實在受不了了，我也不知道是哪個主辦方瞎了眼，
請了這麼一個老公知。科技進步從來就是一把雙刃劍，我們今天可以坐飛機高鐵迅速的從杭州到上海，但是我們失去了欣賞沿途風景的快樂，跟快递包裹沒啥区別，没有了路由诗中的细雨骑驢出剑門的意境。哎呀，我實在受不了了，我也不知道是哪個主辦方瞎了眼，請了這麼一個老公知。你要說他是為了彰顯自己有文化，那都是丧良心，這他媽明顯是一個完全脫離了人民群众尸位素餐這麼一個玩意兒。我們普通老百姓種了他媽一輩子地，沒見過地嗎？我們只想早點回家，我都花大價錢坐飛機高鐵往回趕了，說明我肯定趕時間了。哦，你得慢下來，欣賞沿途的風景。欣賞你媽買毛啊！那主辦方也是，你花那些錢请他坐飞机高鐵到現場幹雞毛啊！人家要的是意境，你給他買副拐，最好搞根竹竿子，買双草鞋，搞件蓑衣讓他穿着，讓他提前半年出发，走着去不就完了呗？畢竟蘇東坡也說過嘛，竹杖芒鞋輕勝馬，一蓑煙雨任平生，這多有意境啊！再說了，人家陸游寫這首詩的時候，當時正值南宋乾道8年冬天，他剛從陝西漢中的抗金前線被貶到成都去任職，心情本來就不好，騎個毛驢在蒙蒙細雨當中有感而發，很正常的事情。你咋只盯着那頭毛驢呢？而對秦嶺與大巴山之間那條唯一的主幹道金牛大道避可不談，因為那裡全是懸崖碎石陡坡，馬都走不了，他不騎驢騎啥？騎雞毛啊！毫不誇張的說，就當時那條路放現在騎驢，那都相當於是硬派越野車級別了。人家陸游又不傻，要有咱們現在這樣的交通條件，別說騎驢了，他路網帶高低都得整輛車。說白了，本質就是科技平民化，讓這幫混蛋心裡那點僅存的優越感、身份地位逐漸模糊消失了，心裡產生了巨大的落差。他們巴不得恢復世家等級制度，大夥兒見了他都給他磕頭。易中天老師這回算是撞驢上翻車了吧？這大型的車禍現場啊，可以說是啊，這個現在的這些網友真的是不好忽悠了。還有網友跑到易中天的賬號底下去啊，是連續的問候啊。土地是誰的？請問，從來沒有講清楚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土地一開始就是國家的，對不對？王土就是國土嘛。按照這個邏輯，從西周開始，土地就是國家的，就是國有的。但是民間可以自由買賣。那你土地既然是國家的，私人為什麼可以買賣？從來沒有人講清楚過。產權不明晰的結果是，天下是誰的不知道，國家是誰的不知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為什麼是王臣？講不清楚啊。講不清楚，只好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改朝換代唄。那麼產權要怎麼樣明晰的？必須私有，而且必須實行徹底的私有化。什麼叫徹底的私有化？就是財產歸個人所有。產權明晰到個人以後會怎麼樣？每個人都變成了獨立的個體，他將獲得2個特點：第一個叫獨立人格，第二個叫自由意志。什麼叫獨立人格呢？就是我是一個單獨的個人，我不隸屬和依附於任何人，我的獨立人格是不可以侵犯的。這個獨立人格不可侵犯建立在一個重要的前提下，就是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這就是西方人所謂的這是我的破房子，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同樣，每個人在內心深處也有一所破房子，這個破房子叫人格。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一個人只有當他擁有獨立的財產，他才可能有獨立的人格。吃每一餐飯都要說謝謝大爺，每餐飯都向人討着吃，他哪來的獨立人格？絕了啊 ！SE 說我就是風，我就是雨，我是暴风雨。到今天才明白老師說的風和雨是指什麼了，原來是 ICE 呀！易桑，你的任務完成了啊！每天說一堆不好笑的冷笑话，就变成了脱口秀演员了啊！是不是？
說那個易老師，罗利島的可乐是可口啊还是百事啊？可以加冰吗？难道你去過吗？好家伙，这易中天的坟呐，被中国网友挖了个底儿朝天啊！点个訂閱吧，咱们下集再聊。